本频道需要大家支持，欢迎订阅点赞。不久前，我和几位老同事共聚一堂，享受着家庭式聚会的乐趣，不少人也带着自己的爱人一同参加。一开始，大家兴致勃勃的交流，轮番分享笑话，气氛愉快。在这欢聚的时刻，同事刘青青分享了一段曾经令他感到尴尬的故事。他讲述了一次和妻子一起旅行的经历，他们被一个陌生人追了很远的距离，而刘青青最终回头怒视对方。然而对方却解释道：“我近视眼，今天忘了戴眼镜，以为是我老婆和别人牵手走路。”话音刚落，刘青青的妻子站起身，痛击了他一耳光。刘青青脸红如血，而妻子则怒不可遏。这一尴尬的瞬间本来可以化为一笑而过，但刘青青的妻子未能克制自己的情绪，这一事件成为了一张让人认为他们家庭缺乏修养的标签。人与人相处，往往取决于第一印象，这印象大多来自于面部表情，而非社会地位和身份。我们以什么心情对待他人，对方也会以类似的方式回应。因为没有人愿意在面对愠怒和不悦的人时保持笑容，除非这是极度虚伪的行为。有一句谚语说：“出门看天色，进门看脸色。”面容是内心的反应，你的言谈举止、情绪反应都映射在你的面部。人的修养往往从面部表情中彰显。有修养的人常常脸上带着微笑。比如，某工厂在招聘时组织了一次集体晚宴，所有初试通过的应聘者都一同参加。因为大家彼此陌生，对话显得谨慎，一度沉默。然而，当老板站起来举杯时，所有人都有礼貌地起身回应。在畅饮之后，大家开始更畅快地互相交谈，不再感到拘谨，脸部表情也变得多彩多样。宴会结束后，老板决定录用了3名新员工，其中一个是年轻人，主动微笑对待服务员；另一个是中年人，风度翩翩，与大家交谈优雅；还有一个虽然寡言，但始终面带微笑。这种微笑是个人修养的一种体现，它表现出内心的沉稳和愉悦，有时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当然，在那次晚宴中，也有人因服务员不小心洒酱汁在自己身上而露出怒容，还有人冷漠如冰，仿佛谁都亏欠了他；有人低头不看别人，脸上毫无表情。每个人都有一张脸，他的外貌天生不同，但脸上的微笑是后天培养的。微笑能令人更年轻，也能让快乐倍感幸福，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机遇。无论何时，记住，自家的痛苦不必在别人面前呈现，应该学会笑对苦难。起起伏伏是人生的常态，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，生活中总有一些挫折要阻碍前进的步伐。面对苦难，你可以选择微笑迎接，也可以选择哭泣或者消沉，这取决于你的选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你，甚至你的伴侣和父母也会慢慢变得不太懂你。因此，你必须学会积极承受苦难，将其视为人生中必要的经验，新的起点。有修养的人通常会将痛苦藏在内心，默默面对，表现出美好的一面，让他人感受到他们的幸福。人们常说，幸福源自内心，与他人无关，但传递幸福的人往往也自身充满幸福，渐渐被幸福所包围。我还记得一个儿童故事，一只蝴蝶早晨醒来，看到花朵凋零，心生忧虑，但蝴蝶遇见了蚂蚁，仍保持微笑，蚂蚁感到郁闷。蚂蚁遇到青蛙时，态度更加冷淡，青蛙也不高兴。最后，青蛙遇到小鱼，小鱼好奇地问：“青蛙先生，你一直以来都是个快乐的人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”青蛙解释说：“刚才蚂蚁先生冷漠对待我，
所以我没法开心。小鱼说，这只是小事，不值得太计较，或许你可以和蚂蚁谈一谈，消除误解。于是青蛙找到蚂蚁，蚂蚁找到蝴蝶，蝴蝶找到花朵，大家坐下来聊天，解释了心中的疑虑，最终都笑了出来。花朵的凋零只是成熟的象征，是生命周期的一部分，根本不值得担忧，对吗？佛陀曾说，苦并非真实，乐也不是实体，它们只是瞬间的执念而已。因此，我们需要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问题，将苦难视为不可避免的生活经验，以及新的开始。有修养的人，即使内心有痛苦，也会带着微笑，让别人感受到快乐。在面对苦难时，他们会逐渐将其化解，找到新的生活。脸上经常挂着怒气冲冲的人，其修养会渐渐流失，福气也会慢慢减少。这种人会让别人远离，不愿意提供帮助，也不敢招惹，最终会失去贵人相助的机会。一个人的修养如果被怒气所掩盖，将导致人的内心日渐贫乏，丧失积极性，成功变得遥不可及。一个人的修养就如同脸部表情一样，它不一定要貌美如花，但要看起来亲切。脸上的表情、嘴巴、眼睛、眉毛、皱纹、鼻子，都是你的代言人，树立或毁坏你的形象。不是因为你外貌出众，别人就会认同你或友好对待你，而是因为你的面部表情令人愉悦，散发慈悲之情，让人感到亲切和充满爱心。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，那就从每天脸上挂着微笑，言行举止亲善开始。养成微笑的习惯，心情会变得更加积极，看到的一切都会更加美好，生活也会变得更加顺利。